伏特角是个怎样的国家呢？大家好，我是最近准备酷更新的张张。伏特角如果不是因为世界杯爆冷，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过这个国家。这是一个西非的小岛国，由10个火山岛组成，面积才4033平方公里，大概呢相当于咱们1/3个沈阳，人口才50多万。但就这样一个国家，人踢进了世界杯，还把这上一任欧洲杯冠军西班牙给逼平了。人说，就这么大点个国家，你足球怎么踢的还这么好呢？我给大家提几个人，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葡萄牙的传奇球王 C 罗，他曾祖母来自于伏特角；曼联的传奇边锋纳尼，他父母也是伏特角的移民。因为这伏特角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伏特角别看地儿不大，没少给这葡萄牙提供足球的人才。包括现在在葡萄牙踢球的伏特角人，他是不占用外援名额的。所以这个地方人口是不多，但是足球底蕴还是挺深厚的。所以踢赢了这西班牙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当你翻开这伏特角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国家跟西非的很多国家还真不大一样。在西非这个神奇的地方，哪怕你是石油遍地，矿产满山，地下全都是黄金，也依然能够穷的是叮当乱响。但这伏特角却是个例外，矿产资源什么都没有不说，甚至连淡水都是个问题，但人家却在07年就摆脱了贫穷国的帽子。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今天咱就好好讲讲这个西非的优等生伏特角的故事。要说这伏特角可以说是葡萄牙人一手创造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灾难也是葡萄牙人一手缔造的。在葡萄牙人来之前，这儿没有人，没有文明，没有任何人类居住的痕迹，甚至连基本的淡水都没有。10个火山岛找不到一条河流，找不到任何一个湖泊。包括现在的伏特角的老百姓靠的是地下水以及雨季来临承接天上的这些雨水，纯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国家。所以从这儿来看，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没办法，这个地方被葡萄牙人看上了，因为地理位置实在是过于优渥了。它处于欧洲、非洲以及美洲3条海上的交汇之处，是个天然的港口。所以他一看这么好的地方没人，我抓点人过来不就完事了吗？在西非买了大量的奴隶，在这儿开始搞建设。这些被迫来到伏特角的人就成为了第一批在这儿的居民。而得益于优渥的地理位置，从16世纪到18世纪，让这儿成为了非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中转站之一。等到18世纪，英国人也发现这地方不错，在这儿建了一个储煤站，还搞了一个大型的港口。因为这个地方是通往亚洲好望角之前最大的一个补给站，而这儿也让它成为了非洲地区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在当时伏特角的港口里，能够看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所以你想来这么多人了，那谁不得整碗抻面啃个鸡架再走啊？因此让这个地方的经济变得十分的发达。但是呢，好景不长，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了，这让欧洲通往亚洲的航道直接缩短了一半。那谁还走你西非这条道啊？全跑苏伊士运河去了。原本这伏特角的价值它就是航道，你船都不来了，谁还在你这儿发展呢？正所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坏事一起都来了。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中期，连年爆发了多次的大灾荒，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从1941年到1948年，连续2轮的大灾荒带走了伏特角4.5万人。要知道当时伏特角总人口也不过20万。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灾荒，一个是因为战争期间粮食运不进来，第二个是因为葡萄牙人加大了对于当地的殖民压榨，强迫当地老百姓去种更多的经济作物，棉花咖啡豆取代了粮食，因此粮食的面积大幅的减少。所以一旦有了大型的旱灾，你想他们能不挨饿吗？在伏特角的这些灾难，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更可气的是，一直到1947年，葡萄牙政府才想起来，我的殖民地伏特角怎么老死人呢？到底因为什么呀？旱灾这么严重？派个专家组过去了，想个招看看怎么事儿。结果专家组给来个结论，当地这劳动力太多了，你给他发配到其他的殖民地，吃饭的人少了，不就不饿死了吗？所以你想，这殖民政府天天就干这事儿，那当地的老百姓还能忍得了吗？大量的人开始被迫移民，有的去了英国，有的去了法国，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荷兰。而更多留在当地的老百姓也渐渐的意识到，这个政府太不可靠了，有了逐渐想要推翻他的想法。等到二战结束以后，全球都刮起了独立的浪潮，在非洲，葡萄牙的这些殖民地更是爆发了多次的暴动。一直到了1974年，葡萄牙内部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推翻了过去的政权，而他们的经济也无法支撑他们继续的海外殖民。因此这新政府宣布从海外的殖民地全部都撤出来，而这伏特角也因此在1975年7月5号正式的独立。
但是虽然独立了，但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因为葡萄牙走的时候几乎带走了所有的钱财跟粮食，并且带走了整套的行政体系。当地的失业率一度高达60%，旱灾还在继续，粮食需要进口，外汇储备接近于零。当时的佛得角根本想的不是怎么能发展，春天怎么能来，而是想的是如何能活下去。但幸运的是，让他们在非洲遇到了一位非常难得一见的务实派的领导人，这个就是佛得角的首任总统佩雷拉。他深知咱们佛得角为什么会常年干旱，就是因为水土流失太严重了。因此他在任期间，植树造林就成为了他的首任目标，鼓励老百姓在雨季大规模的种树，自己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强制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带着这些人员一起去乡下种树。靠着以身作则，在佛得角初期只有3000公顷的森林，短短10年的时间，靠着植树造林发展到了45000公顷，同时还修建了15000多座小型的雨水拦水坝，用来固土保水。而正是靠着这套生态体系，让佛得角躲过了旱灾。1986年到1988年，西非爆发了历史级别特大的旱灾。而在过去100年以内遭遇了多次旱灾的佛得角，在这次成功的扛过去。而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们之所以能从建国之初的困境走出来，靠的是源源不断海外这些侨民的汇款。那个不是一次性，不是短暂的汇款，而是这些侨民扎根海外以后，开始系统性的有规律的往国内固定汇款。而这个汇款线路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海外汇款的数量已经接近了3亿欧元，占到了整个国家 GDP 10%以上。别的国家的侨民离开是为了逃避，而这个国家的侨民，他们的离开是为了支撑这个国家。说实话，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被殖民了几百年的国家能拥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可能这个就是它与别的国家的不同。而当佛得角度过了难关以后，他们也同样的抓住了机遇。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的经济开始了复苏，产生了大量的旅游需求，而佛得角航运发达，交通便利，还拥有了沙滩，成为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胜地。而当时的佛得角政府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大力的搞基建，稳定国内的局势，开始建酒店，提供各种各样优质的服务。它不同于其他国家去搞那些什么颜色服务搞金融开放，就踏踏实实的做服务，还真让他把这个旅游业给做起来了。到了07年，正是靠这个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让他们摆脱了贫穷的帽子，成为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能够从贫穷国真正走出来的国家。到了2025年，佛得角全年的旅游人数超过了120万人次，现在的人均 GDP 也接近于$5000。尽管这个国家可能谈不上多富裕，但对于这个建国初期一贫如洗、常年闹灾旱的一个国家来说，这已经算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不错的成绩单。而这个国家在世界杯的表现也是如此，踢的是4-4-2，打的是铁桶阵，没有华丽的进攻，但靠着务实的打法，还真让他在足球场上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至此，佛得角的故事咱们讲完了，而他的故事再一次认证了那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姓名的国家，它都有着一段非常不寻常的历史。如果你喜欢小国的历史，还喜欢看世界杯，欢迎在世界杯期间多多关注我张张，带你了解更多小国的故事。